那具体怎么做才能让骨头保持年轻的状态呢？是不是像很多人说的要多喝骨头汤呢？这又是一个误区。好多人认为多吃骨头汤有益于防止骨质疏松。其实动物骨头里虽然含有钙的成分，但它难溶于水，因为骨头汤里溶解了大量的脂肪颗粒。如果经常食用对老年人其实年轻人也一样，还能引起其他的健康问题，比如说常见的脂肪肝、高脂血症，就是好喝不实用。所以我也经常对我的病人说，这熬骨头汤呀，还不如直接吃骨头和吃肉，这样来得快，又能补钙，又能摄入高蛋白。原来我们习以为常的以形补形并不科学。喝骨头汤呢，主要是补充了脂肪，但真正能补到我们骨骼里的钙微乎其微。那我想问您一下，我们老年人该怎么初步判断自己有没有骨质疏松这个问题呢？骨质疏松症，我们就简称骨松吧。它是一种骨量减少、骨组织的微结构破坏、骨脆性增加和容易发生骨折的一个全身性疾病。在我国患骨质疏松的人口约有8000万，发病率6.69%，就是说一个100个人里边就有6-7个骨质疏松症患者。65岁以上的女性约半数就患有骨质疏松症。近半数就是50岁以上的人群为低骨量，是骨质疏松的高危人群。而居民对骨质疏松认知还普遍不足，咱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骨质疏松呢？其实从定义上，刚才说的定义上就能大概判断，骨质疏松症和我上次提到的骨关节炎，其实都属于退行性疾病，不可避免，是一人一生必经的一个阶段。但我们可以及早的防范，从年轻时就应该注重饮食补钙并坚持运动的人，骨质疏松的发病率就比较低，或就会最大限度的推迟骨质疏松的发病年龄。病患即便出现，症状也比较轻，且发展的速度要较慢。那我理解一下，骨质疏松不是简单的缺钙，而是骨骼内部的微结构出现了问题，导致我们的骨头变得脆弱，容易骨折。虽然呢，这是一个随着年龄增长可能出现的状况，但通过早干预、早预防，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发生的时间往后推，即使出现了，严重程度也会轻很多。那具体哪些人群需要特别关注呢？好的。那我就先说一下什么样的人容易患骨质疏松。好。我把这些人简单来说分成5类，就以便于大家容易理解吧。第一类就是女性，尤其是过早绝经的女性，就是4岁之前就绝经了，或者是绝经后的正常绝经后的5到10年吧。就是女性的雌激素的激素的下降，导致骨量的快速丢失，而引发的骨质疏松。所以大家要切记雌激素是我们骨骼的保护神。这是女性。第二类就是遗传因素，身体弱瘦小的，我们医生常用瘦小老太太形容这类高危人群。这个也比较常见，就是祖祖辈都是身体瘦小的。第三类就是补钙不足，缺乏运动，尤其是缺乏关照的，就该补钙的时候或者需要补钙的时候没有补钙，加上又在家里边不出门，缺乏运动，不出门不运动又见不着太阳光，缺乏关照，对年轻人来讲也同样也是骨质疏松的一个危险因素吧。现在年轻人未老先衰就是这个原因。第4类就是一些不良的一些嗜好吧，像吸烟、酗酒、过量的饮用一些咖啡或者浓茶这些特殊嗜好的人群。第5类就是患一些某些疾病，比如说类风湿关节炎、甲亢、糖尿病等，需要长期服用药物的，尤其是里边有激素药物的，还有过量的一些甲状腺激素等，这5类人特别要引起重视。其实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来评估风险，
为此，这个国际的骨质疏松症这个基金会啊，这个组织啊，提供了一套1分钟就能自测、快速的判断。这个在网上一搜，几乎都能搜到，一共都10道题，只要1道题，答案是是，就是阳性。刘主任，您刚才归纳的这5类呢，已经非常清晰了。